金钱观大对决。这些省钱行为是精打细算还是贪小便宜？它毕竟都会到了回收桶和垃圾桶，那我觉得很浪费啊！你也不知道吃到是谁的口水啊！真的，没拆封的备品全部打包。加拿大1罐矿泉水3块钱，饭店送的那4瓶矿泉水重不重要？太重要了！而且你们知道吗？饭店的那个浴帽超好用。你们真的有这么认真在做这件事情？有。杨鹤群出国想省钱，这下真的出事啦！我们是看港剧、看港片长大的，所以对你对香港就很有一个向往。然后去了那边，我们的那个床哦，为什么就会有一个铁锈味？看到什么？背面就是一滩红色的那个痕迹。血迹吗？就那个老板，我们要退房，你们那个房间味道很大。然后那个柜台的人哈，好可怕！欢迎收看《女王大人》。王你好，开心什么呢？到底？就上个礼拜，闺蜜要我陪她去她男友家一起讨论一些婚礼的细节，要听听我的意见。哦，很好啊。原本我是兴趣缺缺啦，但闺蜜说去她男友家可以免费喝高级红酒，喝到饱哎。OK， 那就去吧。对，马上眼睛一亮。眼睛一亮。而且，下个礼拜他们就要办婚礼了啊！这么婚礼上一定会有超多高级红酒。我要做好准备。我准备什么？陈哥，你们家有没有那种超大的冷冻保冰袋？借我用一下。你要把人家婚宴上的红酒抢走，你要把它抢回家，你太贪小便宜了，拜托你这。说抢这样就太见外了，哪是抢？我见外。这红酒它来都来了嘛，它来都来了，不喝也是浪费啊。我这个叫做精打细算，人尽其才，物尽其用，懂吗？我是真的不太懂。到底这些看似占便宜的招数，那到底是一种那种是聪明省钱的精打细算，还是让人大翻白眼的贪小便宜？今天我们来一场省钱价值观大对决，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，介绍我们这边的赖慧茹、玉兔。还有我们的女王团3位代表，飞俊，还有九九，很好，很好哈。来，我们今天呢一起来聊聊这个算是某种程度的价值观、金钱观，对吧？小梁哥来，我是完全不会有任何的悬念的。那微如以前从来不会坐在省钱的这个主题里面。这个是他们有不同强调价值观的角度。这个啊，那个是那个，他没有在手软的那种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是因为当妈妈了要精打细算一下。对。李欣今天呢故意穿得非常的年轻活泼啊，而且有刘海，少女刘海，好哦，少女感。我也是精打细算的，看得出来。你看得出来？对，小梁哥是我的精神领袖。你要精神领袖，真的不要。他是来的省主席省主席，我争取当个副主席。今天呢，我们再来聊聊怎么样花钱消费啊？来，这边有统计的，统计什么？根据2024年台湾知名杂志针对台湾消费者行为进行调查，有72%的消费者购物之前会货比3家以上，应该的。尤其25到45岁的女性更是精打细算的主力哦。绝对是。今天就来集体讨论一下，马上进行女王大调查。来，这些省钱行为算是贪小便宜吗？来，出题小老师。来，全家一起去餐厅吃饭，准备买单结账的时候，妈妈突然发现隔壁已经离席的桌上还有5块牛小排没吃完。妈妈说，反正对方也不吃，丢了也浪费，叫我去跟服务生说要打包隔壁桌的5块牛小排给家里的狗狗吃。请问这样的行为是精打细算还是贪小便宜？准备，请准备。竟然3位认为贪小便宜，我觉得要看场合，例如说是喜酒。我就可以接受爸爸就是妈妈去打包隔桌的东西，在喜宴上面打包是应该的。对，就是因为都是一群都是我们都认识新郎新娘啊，你连隔壁同桌都有不认识的，你认识？对的，这有关联。然后但是因为你要打包的话，你是自己去打包，你不会叫那个服务员去打包。
所以我自己打包一个比较好看一点。因为在喜酒很 OK， 而且喜酒都会那种哦，你那个鸡汤没有喝完，我们这边还缺，然后就是会有一种好像互相的感觉。但这种餐厅，然后不认识的人的桌子，对，我就觉得那个不，因为你也不知道吃到是谁的口水啊。真的，可是是给狗狗吃啊。对啊，不是人吃。但是因为人还是有一些病菌。如果我的精打细算的观念是，如果是我的这块牛排哦，我可能切个5小块，这个回家给我的狗狗，这个对我来说叫做精打细算。但是我是看到隔壁桌剩下的，我要把它隔壁桌的 no 贪小便宜，干嘛要去打包别人桌的东西？那5块，所以就丢掉。就丢掉了。对，因为那是别人吃不完的，不是我。他的确吃不完，你买单走人了不是？可是那个是不认识的人呢，有什么关系？是狗。所以你狗狗很介意不认识人的牛小排。狗狗。你狗会嫌弃。我跟你讲，狗狗就真的就是像我们家人一样，我们不可以拿别人剩下的东西去给它吃。我干过这件事情啊，你干过吗？对，我干过。以前我们家有养狗的时候，然后我看到隔壁桌上了一盘那个酱大骨，那种大棒骨。哇！他们在吃的时候，我就跟隔壁桌阿姨打招呼了：“你们的骨头吃剩了可以给我吗？”菜才上你就问了。我就问了，因为它终究会变成一个骨头的。对。而且我怕别桌跟我抢啊，是不是？先讲先赢啊！是我家桌里贝贝也要呢。是隔壁的，又不认识，所以我们先来后到啊。先讲先赢啊！哎，那狗多喜欢，而且我说了这句话之后，你知道吗？那阿姨非常贴心，那阿姨马上跟同桌说：“哎，那个骨头不要啃太狠哈，对，留一点给狗，留一点肉在上面。”他们反而比较轻松一点。我其实自己有养狗，但我是不会做这件事情，因为我家的狗太小，而且我觉得带回去就是怎么讲，那个煮的太咸了，我不会去给他们吃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行为是 OK， 原因是因为它毕竟都会到了回收桶和垃圾桶，那我觉得很浪费啊。说真的，就是如果有其他假借打包给狗，其实是你要吃的吗？他有提到说他喜欢牛小排吗？他说因为那个太咸，对狗狗太咸。对，吃的是我在啃的。刚刚想想看，好像是有点像贪小便宜。我怎么样？哎，你不能跑票啊！因为通常我们不会自己花钱买牛小排给狗吃，狗吃，当然不会。这样就我拿了不是自己的东西，这样算贪小便宜吧？他刚刚讲了，不吃就大家就到了。对啊，物尽其用，当说。那精打细算。如果他说那个牛小排打包回去是给小孩吃，我会有点犹豫，小孩吃好吗？可是他说给小狗吃，那有什么好那个就是要给小狗吃的啊。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是精打细算呐。对啊，对不对？不然的话，你也要弄一些东西给那个小狗狗吃嘛。那刚刚玉兔有讲到那个喝喜酒有没有？他们还有在问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你那个鸡汤不吃，那我们就包了这样子。我是这样，比如说，哎，旁边看，哎，隔壁桌，哎，陈哥，我去敬酒，回来我那半只龙虾不见了，有这种的啊。然后旁边的人就说，啊，我以为你不吃，浪费，我把你就包了，我们已经包了，那你还要吗？我再拿出来。没关系，不用这样子啊。我才不会像你那么 gay 些呢，那我们拿出来。他已经包了，装在盒子里了，陈哥。哎呀，gay 些呢，不用，就是他包的也太快了。好，这个行为现在不要了。好，来第二题。旅伴出国为了省钱，在饭店自助早餐猛吃猛塞，然后偷带2个面包当午餐，说这样可以省午餐餐费，还可以把省下的钱拿来多买一些纪念品。请问这样的行为是精打细算还是贪小便宜呢？要不你们用偷这个字，人们用多带2个面包。对呀，多带2个面包。以省长的角度哈，那个自助餐哈，他吃不完，你就是放在那里，你不能说哎，我比如说自助餐个水果，哎个苹果啊，我拿着就走了，或者是啊弄个卫生纸我就带了 ，no， 那是自助餐。如果说你叫一份餐来，然后附的苹果你吃不完，那你可以带走，所以他写偷带没有错。那我们来看看，他原来是，他原来是有受过教育的。你为什么不讲我是有受过伤害的呢？好，这个行为是精打细算还是贪小便宜？请举牌。好难哦。这个不用那个吧？
贪小便宜吧，这个怎么可能？你看他是你的旅伴，他负不负法律责任，跟你没什么关系。可他的行为，他的行为是可是他的行为啊贪小便宜啊，你认为他是精打细我算？认为他蛮精打细算的，可是不，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妥？我是不会做这种事情。其实是因为呢，尤其像女生，我们真的胃的食量可能真的比较小。说真的，就是真的吃没几道，然后就饱了耶。当然男生就吃自助餐，就你可以真的吃很多，但是女生可能吃不了那么多。那你顺手可能就拿了一个水果，苹果，就是带着走，然后带着吃。其实应该也不过分吧？不过分，可是前提是你已经要先咬了，然后没有吃完就带着走。我曾经有过，就是我去旅游，然后因为我就是贪睡，所以我就继续睡觉。但是回来的时候，就是他另外一半，对，另外一半就拿说，哎，我刚刚拿面包给你吃，就是我的这一份我没去吃嘛，我可能来不及吃。他说我刚刚帮你带一个面包。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开心的，因为我原本就有一个额度是我可以去吃，只是我在这个时间没有吃。因为我早上是不吃早餐，但是饭店都有早餐，所以我跟我朋友可能就会去喝个咖啡，然后我们就会问饭店说，哎，那可不可以带个2个面包或2个苹果，让我们带着走？因为有问有差啦，对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哎，好像有告知这个成立。对，他是没告知，如果有他是偷带的，那有告知我觉得成立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很故意啊，就是他。摆明就是要吃饱，他已经在那边吃饱了。对，我要多带2个，我表明说我已经，我已经想好我要省这些钱去那个了，所以这个行为我觉得是贪小便宜。哦，他是蓄意的，对，有拿。他们状况是那个，对，他们状况是没吃。申论题了。哦，他不是说我吃一点，不是像那个魏如跟你刚刚讲的不太一样。蓄意就真的对。这贪小便宜胜出了，因为我们都认为贪小便宜，没什么问题。来，准备下一题。出国去饭店住宿的时候，每晚都把没拆封的备品、牙刷、拖鞋、梳子、矿泉水全部打包，再请饭店人员隔天整理时重新备一份，理由是用不到的先收集起来以备不时之需。因为既然住宿都付费了，每天的用具都属于消费的一部分，带回家本来就没有关系。请问这样的行为是精打细算还是贪小便宜？这样的行为精打细算还是贪小便宜？请举牌。哦，好难哦。这肯定精打细算啊！哎，你这时候反而认为贪小便宜了。这样啊？现在是有些饭店不提供这些所谓的。国内的开始不提供了，开始不提供了。对，日本有的也没有。我承认我以前也会有拿，但是因为我后来拿了之后就发现，我其实也用不了这么多，然后常常放到过期，那何必呢？就没有必要。所以就是如果有的话，我顶多就是拿自己那一套，但是后面的我就不会再拿了，因为用不了，就是不需要。是这样的哈，因为刚刚讲的里面，现在很多人已经不提供了。那有的时候你可能去哪里住民宿或干嘛的哈，那你突然三更半夜你还得特别跑出去找牙刷。不然的话，你没有牙刷的话，那你今天晚上可能就不刷牙了，你就带你自己的牙刷出门啊。对，或者是说你带的那个，那有时候有的有，那有的又没有，所以那个牙刷你可能只用了1次2次，然后又都丢掉了。然后还好吗？太激动了，我要强调的是，我们都是录节目，不要录了就走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要强调的是，矿泉水真的非常重要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你不要看它小小的矿泉水，你们有去过加拿大吗？加拿大1罐矿泉水3块钱，加币是乘以22，那1罐矿泉水就60、70、80块，你知道吗？就60、70，没有60、80，真的。然后呢，你说那个饭店送的那4瓶矿泉水重不重要？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，你知道吗？太重要了。还有一点你们没忘记了，还有茶包跟咖啡包，对，你都可以拿回台湾来泡茶、泡咖啡。我儿子非常热衷于做这件事情，儿子我们拿回来我们是要用的哦，我儿子是每天都收的那种。然后他这几天只用第1天的牙刷，后面几天他都收到行李箱里面了。这孩子是你家的救星啊！而且我们拿回来台湾之后，我儿子不是放在那边，我儿子就用那个。哎呦，这种的品质，然后因为他用的小牙膏、小牙刷一直刷。哇，你这儿子怎么教的？环保问题吧？他为什么那么省啊？他觉得那个是他花了钱的，我们消费了就不要浪费。所以家里很久没有买沐浴乳跟牙膏、牙刷那些东西，需要有肥皂啊。我觉得确实有省到钱。女皇团应该深受感动吧？来，飞迅。
太感动，而且太感动，没有，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很精打细算，是因为我本身是个比较粗鲁、暴力的人，我常常那个梳头发梳到一半断掉。然后我就要再去买一个梳子啊，梳子又还要去文具店啊，或者是去类似那种卖场买。哎，没有，我饭店的我全部都收集回来。哎，一断掉，哎，包包里再拿一个备用的出来，完全超级省。你到底梳的有多用力的？而且他说不是他头发掉，是那个梳子掉，所以他是钢丝吗？对啊，发质比较不好了，就是打结，对，打结，对，而且你们知道吗？饭店的那个浴帽超好用。你如果在做一些油烟特别大的菜的时候，我们长头发又不想洗头，你就把那浴帽戴起来，或是你回家的时候，那个行李箱你可以套在你的行李箱的轮子上面，你就可以直接推进去。哎呦，还注意到这个。然后你如果吃一半的零食，像这种乖乖那种一包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没有出国没有东西把它封起来，对不对？你用那个浴帽把它包围整个网住，就像保鲜膜这样子，对，它就 OK。你们真的有这么认真在做这件事情？有。这个我们可以聊一集耶，你知道吗？各种东西的用法，我们是怕别的来宾讲不到话。对，我们可以很细致的告诉你每样东西怎么用。以后这个题目我跟李欣专访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我们听一下女王团来，那听来，我来讲看看一个标准，反正我们就是付了饭店钱嘛，本来就会有这是一次性的，对，这个拿了叫精打细算，但是你再要求多一点，或是多要2瓶水，或是多要几个牙刷，我觉得这叫贪小便宜。我觉得每天拿我这一份可以，他刚说的对，可以。可是我因为这样子说，我故意说，哎，我没拿到，哎，再补一下好不好？可是你们防务人员忘了哦，哎，这个行为，对不对？这个行为不是不行，不行的是你刚的嘴脸。防务人员会很不开心，开心有放，你觉得哎呀，我刚刚这个你好像没放哦，这个嘴脸不行，态度，不是我揣摩的给你看呐，我演得很生动啊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我的嘴脸不行。哦，算了，不要聊。不聊了。哎，我们最后一题好不好？这一题。哎，再理。买自助餐点时，把白饭压得超紧，装成一个高高的圆弧状，等于2碗饭的量。另外，再把免费续的饮料跟酱料装回家，理由是那本来就是免费的，而且饭可以吃得饱一点，吃不完明天可以继续吃。请问这样的行为是精打细算还是贪小便宜？请举牌。我觉得哎，我看一下。我有点一半，因为我觉得饭装可以，但是酱料跟饮料，这就像你去 Costco 装一堆那个洋葱屑一样。我真的有看过有人用夹链袋在装的，对，很难看啊。不是你买自助餐的时候回去，你就是要吃它吗？对啊，你就吃你那份就好了。他故意看能吃1餐2餐的往回，他带回家搞回家。你觉得？他没有说吃几餐，他也许他就是。你不要骗人，现在肚子里面全部都是些酱料跟饮料，对不对？你怀孕吧？你不是真的怀孕了吧？玉兔，你今天晚上吃太多了。为什么可以这样包？哦，没有，我比较强调的是酱料的部分。有一次，像我老婆她那个怀孕的时候也是啊，她说要吃萝卜糕，我说她太简单了，楼下美差美就有，拿上来一个没有放酱料白的萝卜糕，这样她生气给我丢在地上。她说酱料呢？那我说你冰箱打开有酱油膏，她说 no， 她是要那个美而美调的那种有蒜味的那一种酱油膏，蒜蓉酱，他们自己调的那一种，你知道吗？没有那个不行。又比如说，你看像那个四平街刀削牛肉面，它那个酸菜多欠拿，有酸菜长得欠拿的，有酸的就好吃的，因为它在旁边外面吃你是吃不到那个酸，那个是那个老板自己做的。那你需要的量，拿你那1碗的量，你拿了1大把干什么？对，它需要1大把呀。我会把它吃完。对，你会分好几餐吃，也没有分好几餐，我帮人家吃香菜，吃酸菜干什么？哦，香菜要拿，因为最近香菜也很贵。香菜1斤500多块，你知道吗？贪小便宜蹭饭吃，结果反而得不偿失。我帮他买，他们就会请我吃饭什么之类的。我想说，这样也不错。然后有一次他买超多，买了2000多块美金的货。上机的时候没办法拿那么多包包，一带就是一个托运。我想说，6袋超过你，超不值得的。
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副主席再补充一下，是你要看自助餐，自助餐就是给人吃饱的，他老板允许你免费吃、免费拿，他就有这个心理准备，而且大部分去吃自助餐的也是冲着这个福利去的。每一个人都这样的话，你觉得这个店可以开多久？没有，他平均而已。我想他遇到的客人一定有赖维如，一定也有哈校园，所以你把两个 balance， 它就是一个正常人的量。觉得沈主席跟副主席他们讲的有道理的，举手。没有道理，完全没有道理。哎呦，太有哎，我们有4个被感动，你们3个没有被感动啊？完全没有被感动到，吃相太难看了。真的，嘿，我要叫你 Mr. 多拿哦，多拿，就是因为大家不好的一个消费习惯造成的嘛，它是叫恶性循环嘛，对，才会变这样子啊。可是我觉得要看，因为如果是对你的生活很不好过，像我刚出社会的时候来台北的时候，真的赚没有什么钱。一定包好包满，免费的我都要拿好拿满，因为这个你看有的时候那个酱一定要包，白饭配酱就这样子吃。哦，真的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工作，你一定要跟我们分享这么鼻酸的事情吗？对，没有，我是要讲这真的是精打细算，对小资族来说。如果是情况所逼，我觉得偶一为之还好。对，我也觉得。对，这些我想刚才大家会觉得感同身受，而且很难抉择，很像似乎是我就真的是一线之隔。对，就站在这个线上，就天平的两端该怎么办？对，其实很多我们还没有聊。聊不完，真的。您先等一下，你看这嘴脸，我也不觉得不对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想一个来宾该有的分享的样子跟态度要有，而不是一个嘴脸。对啊，想分享给你。来第2个环节，贪小便宜糗大了，如意算盘我真的打错啦。如意算盘怎么打错了？我就是大家知道有那种社团，就是专门在转让尾牙抽中的礼物嘛，因为有时候有人抽那种一些小家电或小家电，对啊，对，那种小家电，然后换那个换现金，然后我就加入那个社团，所以我就在里面买过一些很便宜的东西，我就觉得很不错。大概市价的几折？可能差不多都有6折哦，至少最少，想要赶快很多都是对折以下的，全新的。他本来就大卖场买很便宜，不贵。然后我就有一次我 AirPods 坏掉，我就看到有人在转让 AirPods，对，就看到它市价好像5000多，快6000，然后我买才3000出头 ，OK， 我觉得超级便宜，我觉得超划算。然后连接那个我拿到外观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很正常，我觉得我赚新货没开过的，赚到没开过，然后这样撕开哇，心情超好，超赞。然后就一连上，不是连上之后会有那个噔噔噔的声音吗？就它就变成有点破音这样，噔噔噔这样。然后我就想说完蛋，我是买到假货，结果就一回去看那卖家，他立刻封锁我。所以我就想说完蛋，我应该是买到假货。可我就一个贪小便宜，可是也有拆封的动作哎。对，但我就想说没关系，我就继续用。然后用之后，反正我就越觉得它很容易发热。后来想说会不会在你耳朵里爆炸？对，我就想说在3000多块，有些假货真的很可能。我就想说3000多，算我还是继续用。就有一天我就拿去客厅充电，我就放在我的沙发上，然后那个沙发就是是房东付的，然后房东有特别说那个沙发不便宜。就我就放在那边充电，突然听到一声很大声，砰，爆炸！它就在我的沙发上爆炸。它如果在你耳朵里爆炸，你就完了。我就觉得还好，我是在充电，就是在沙发上面爆炸。问题是沙发也破了。对，我沙发破，结果后来我就赔了很多沙发的钱，就省那2000多块，就贪小便宜。省2000多花2万多。小失大哎呦，原来可以买4个的，你看花的钱。对，我就不应该贪小便宜。我的话就是大学的时候很常回韩国，因为要去看家人之类的。我到韩国华侨，对。然后因为朋友都知道我会很常回去，他们就会拜托我去免税店买个东西啊什么之类的。可是线上免税店，所以只是登机的时候你只要去拿就好。后来我那时候是第一次帮他们去免税店买。然后后来那个同学，因为我帮他买，他们就会请我吃饭什么之类的。我想说这样也不错。然后有一次他买超多，买了2000多块美金的货。超多，2000多美金，2000多美金，他买什么东西？一个人哦，买什么东西？他买化妆品啊、面膜啊、香水啊。然后这是我那时候拿6大袋，6大袋。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刚好也拿一个小行李箱、一个后背包，然后一个电脑包。但我后来才发现，登机就上机的时候没办法拿那么多包包。hand carry 还是有限制的。对，有限制。地勤跟我说，你这个没办法拿，你都要托运。他说1袋就是一个托运。我想说，这6袋超贵你。你看起来很开心哎。可能已经疯了吧？
对，反正就是全部的人都在飞机里面等我，然后我就打给朋友，他就说那没关系，都退掉，然后我就一个一个退，他那个要一个一个退，就半小时。对，然后后来就最后有跟那个他们讲一讲，最后带了1袋回来这样。为了吃顿饭，后来他请我吃300块的饭，超不值得的。大家以前知道有一个手机是 Sharp 叫 T91，然后它是一个掀盖式的手机，然后它是这样，譬如说手机不是你都要这样拍嘛，但因为它是掀盖式，所以它掀盖式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你的脸，然后你拍起来的时候，每个人说美到冒泡。因为以前没有那个修图软体，所以我们大家都很想要有那台机器。但那台机器呢，它就是从日本出产之后，台湾是没有出的，就你必须得经过改机。然后那时候它就有黑色跟白色，白色是极难买的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在那个雅虎拍卖，它飙到一台要2万多块，而且是二手价，超贵。二手价还要2万多啊？对。然后我们那次有次呢，我们就朋友就传给去说，哎，他在那个雅虎拍卖看到一个非常便宜的，然后他就说他是原本是手机行，然后要结束营业，然后就要把这些出清，然后他就说你们要线上购买，或者是你要面交都可以。然后我想说，哎，面交好像蛮棒的，就是可以马上拿到这样。而且重点是我们不是说他已经飙到2万多块吗？它的价钱才8000块，可以不合理吧？它不合理吧？对，我觉得不太合理。但是因为他感觉就是说他想赶快把它出清这件事情，急需现金。然后重点是，你知道雅虎拍卖以前它有拍卖次数，就是它这个东西已经卖出几只，然后看到是10几只。所以我们就觉得哦，那很 OK， 然后你可以看到评价都很正常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要买这几只，他说哦可以，但是我们的店面是在花莲，然后我们又没有车，怎么去花莲？对，然后后来之后我们就想说那不合理，我们就想说那 OK， 那我们不然就让他寄过来，我们说那你要帮我包装好，他说 OK， 我们再帮你包装好没有问题这样，然后我们就一直在等那个手机寄过来，1个礼拜都没有过，然后我说哎为什么还没有寄什么什么？他说哦因为他们现在东西货太多了，所以你可能要稍等一下。所以我们就大概等了第10天、第14天之后，我们就一直问说，老板，所以我们就打电话，他电话还有人接哦，就说哦，我们知道什么，你这什么编号是多少，我们都有。是花莲还是大连啊？你有没有记错？花莲啦。然后后来之后，他整个网页就不见然后这件事情上新闻，就是因为那时候那台手机太夯了，所以所有人都在卖。为什么他不是说像你可能买完之后，他的那个商家就不见了嘛？因为他就要攒这一段时间有来卖，然后别人在留言就说哦什么迅速很快的买家，他不需要你会留一些负面的留言在那边，攒他10天半个月的，所以价差太多真的不能，价差太多一定有问题。对，杨鹤群出国想省钱，这下真的出事啦！我们是看港剧、看港片长大的，所以对香港就很有一个向往。然后去了那边，我们的那个床为什么就会有一个铁锈味？看到什么？背面就是一滩红色的那个痕迹。血迹吗？就那个老板，我们要退房，你们那个房间味道很大。然后那个柜台的人好可怕。价差太多真的不能，价差太多一定有问题。对，那种2折3折还是太急着想要了，真的。哎，沈主席是这样的，因为那个发生在我大概学生时代哈，因为那个我们呢，哇，太久了，戒严时期还戒严时期。我觉得在这件事，那你们2个是不是已经？你们2个那个时候，你不好转了，他比你小，你不好转了。哦，好。然后呢，学生时期，然后因为我们小时候我们是看港剧、看港片长大的，所以对香港就很有一个向往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包括它的街道啊，那个九龙有没有弥敦道？那我们就想要去嘛，然后那个，因为我们学生没有钱嘛，那我们就找那种红眼班机，比如说那个一个人才几千块这样，到那边已经3更半夜嘛，那我们就是想要看一下那种油尖旺地区的扛把子，到底那边的路到底是怎么样，我们就去，然后我们就到了一个那个，对啊，就是油麻地嘛，尖沙咀旺角嘛，然后我们就去，然后去了那边，真的我们就到了那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大厦。然后呢，有闹鬼的，不是，一开始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柜台，然后有一个人在那里，
然后我们拿了我们的钥匙，那时候还是用钥匙，我们就进去了。进去以后呢，我们只是觉得说那个霉味真的很重，因为可能没有对外窗。那我们要其实我们也没有窗户，我们也没有生气，因为这都不是我们的要求嘛。我们只是要我们几个臭男生，我们只需要一个地方可以睡觉、可以洗澡而已嘛。然后就会觉得霉味很重。但大家简单轮流洗个澡以后，我们就想说睡了，因为第二天我们对不对？到中午我们就生龙活虎了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的时光啦。香港生活了。然后你就会觉得说，极乐香港那个我们的那个床哦，为什么就会有一个铁锈味啊？可是因为它的床头还有床板都是木头做的啊。那没关系，反正中午了，我们就一尾活龙，我们就出去玩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到了晚上回来的时候，一样有是洗澡啊，干嘛的，一定要玩到3更半夜，就觉得很开心才回来嘛。可是你就会觉得说，那个铁锈味就是一直从这个床的下面，就是一直散发出来，而且很浓郁。然后我们就开始再来找了。找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就好像是机场行李转盘的那个缉毒犬，然后我们呢就把那个床单拉开来，就觉得说奇怪。开始味道越来越浓了，天啊，不香哦！因为我们几个年轻力壮嘛，年轻人，后来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找出原因，我们索性把那个床垫把它拉起来，然后呢，一拉起来，哇，那整个味道好像喷发出来，看到什么？背面就是一滩红色的那个痕迹，血迹。血吗？血迹吗？我觉得应该是血，因为血跟铁的那个味道有一点类似，就是久了干了以后那个是一样的。所以是一大片哦，凶宅吗？多大？一大片，就是那个整个床垫啊，那个下面全部都是就是血迹这样一片，很明显的一片，不是滴到1、2滴那种，是一整片的。好可怕！我们也很害怕啊，我们还想说为什么我们那么无聊？睡就睡，你为什么要把那个翻开？我们就赶快砰把它又放回去了嘛，然后我们就不敢再睡在那个床上了嘛，对不对？可这不就是你想要体验的香港生活？不是，谁要体验？哎，这个血迹，古惑仔，根本是郑伊健来过，我们没有要体验这个啦。然后后来我们就想，我说那个老板，我们要退房，你们那个房间味道很大。然后那个柜台的人哈，他也没有很惊讶，很淡定的，他也没有说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来看看啊。哦，你们要退房啊？也该退房啦，因为你们就是住到，比如说中午11点、12点，你们就是要退房啦。你没有跟他反映那个床后面的事情吗？因为我们就觉得说味道很重。我要是柜台，我才不会这样回应他哎，对吧？好，要退房，你们发现啦？不是，因为你讲你们发现，我们可能就要索赔啦。你说，哎，你是不是这里有问题？对，有可能。然后他完全很淡定。然后后来我跟我同学就是像那个2个人对看一样，哦，好，退房了，好，那我们就拿着我们行李就走了，就这样。那你们胆子还挺大的。对啊，那不然怎么办？你在床垫上一大滩血，这个时候还待得住？对呀，应该报警。而且我们还待了2天，2个晚上。那都是那个曾经年轻羞涩的时代。对，跟羞涩什么？台湾还没有解严嘛？啊，还没解严。刚刚有讲说，就是毕业，然后刚出社会的时候，就是生活不太好过，没有什么工作。然后那时候就是我跟男朋友住在土城比较远的地方，然后他又要爬楼梯，然后6坪而已，要1万块。对于那时候我们来说，哦6坪哎，1万，6坪，土城哎，对，太贵了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有装潢的，因为你知道，毕竟我是后来有在庙上班过的人，我深信只要住得好。财源就会滚滚来，所以其实我很看重这个。所以当初虽然是1万块，有一点贵，然后好远，然后但是还是租了。可是重点来了，6坪真的太小了，小套房的这种。所以这些到期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努力在那个社团 FB 的社团狂找，找到有一间。有阳台，有电梯，有管理员，还有代收垃圾。重点是什么？在这摄影棚附近，就是黄金地段。华视附近。华视附近，对，你知道多少钱吗？8000块，15坪。不可能。贪小便宜蹭到满，却让形象一系垮台。
我朋友要开一个餐酒馆，然后呢，他就说，哎，就是邀请朋友来试吃东西嘛，桌上10几道菜，我都非常认真的吃，所以他就说，那你要不要来试试看甜点？然后后来开幕也去，参与度很高哎，免费的嘛，这当然。然后后来之后，我隔天要工作，有点太开心。我工作的时候，我很像怎么从一个 Barbie， 然后变成一个哆啦 A 梦。8000块15坪，不可能啊！对，怎么可能？8000块15坪，对，有管理员，有电梯，有代收垃圾，有阳台，顶楼加盖铁皮屋。我跟你讲，那时候我不管是怎么样，我只觉得天哪，老天保佑我们这种辛苦人。那房东也很好，他说，哎，你们不用来现场看房，加赖，我传影片给你们看，我都录好了，这样子，马上就跟房东说我们要租，我们很喜欢。然后房东就说要租的话，就是要现在马上来签约，那也不可能嘛。然后他就说，那先付定金好了。那付定金的话，因为8000块正常，我们就想说付个4000块，没有，不是押金，定金对。付定金，说哎，那房东我们先付个一半4000块的定金 ，OK 吗？那我们约个明天来签约这样子。那房东说，可是，在你打电话来给我之前，你的前一个人。他也说他很有兴趣，然后他说他要直接付2个月的房租，等于8000块。好聪明哦，这个人。前面这个人要付16000，对，但是这个人还没有汇。所以这个房东就跟我说，要的话你就是付16000，我就直接不要等他了。对，好，结果我说好，硬着头皮付好了，就先付，反正我们赶快搬过去。所以也付16000付过去了。赖就被封锁了，房仲也会用这招，而且你知道那个脆上面也很多人在抱怨这个事情。房仲不是骗钱，他是用这招来让你下定金。饥饿行销，对，饥饿行销。对啊，有人在争取啊，之前都很常被这样。哦，看屋的还好几户啊，真的。赖威如，该你了。因为是讲到我前阵子，因为我朋友要开一个餐酒馆，然后呢，他就说，哎，就是邀请朋友来试吃东西嘛。那第一天我让他很兴奋，就觉得哇，我一定要报名，因为我就很爱吃，你知道，很贪吃，所以后来他就第一天的时候就准备了很多，像什么 pasta 啊，什么墨鱼面啊，那全都是一些主食，还有一些什么炸的蟹，然后配上南瓜炖饭，然后就是炸软壳蟹啦，对，炸软壳蟹，对，哇，你知道就哇，每一口我都吃得非常认真。因为你要给人家回馈嘛，所以你要让人家知道说到底好不好吃。所以那时候桌上10几道菜，我都非常认真的吃。隔天的时候他就说，哎，那隔天的话他会有一个甜点的，因为要来试甜点才知道哪个甜点好吃，他们店里才会不会用。所以他就说，那你要不要来试试看甜点？我就说甜点太好了，我一定要去试啊，因为免费的嘛，这当然。然后后来之后我隔天要工作，然后我工作的时候我就。到了下午的时候，我还想说晚上要去运动一下，结果后来我朋友打电话过来说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私厨，你要不要来试试看？太有口福了，对，太好了，又可以来蹭饭了，贪小便宜，对，贪小便宜，所以我就索性就把我那个运动的取消了，哇，从晚上开始吃，怎么变到宵夜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因为我们有喝酒，哇，又到凌晨，然后就很可怕，然后就每天就开始这样子，每天要。已经连3拉3嘞，对，已经连续喽，然后后来开幕也去，参与度很高哎，人家4个菜，我目前听起来我不懂为什么你有业绩压力啊？我还有人情压力，你知道吗？那叫人情压力。对啊，因为你会给人家吃那么多，你一定要给人家回馈嘛，然后一定要带朋友去，然后去帮他打卡，然后去帮他宣传等等的嘛。重点来了，我因为这样子之后，然后后来。去工作的时候就发现，哎，我很像怎么从一个 Barbie， 然后变成一个哆啦 A 梦。然后去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个艺人朋友，他看到他就说，哎，恭喜你，你最近是不是有喜了？对，怀孕了，不一样，恭喜，好开心哦这样子。然后我就脸就有点绿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重点是。我没有怀孕，但是虽然说我很想怀孕，可是我不想要看起来像怀孕。然后我就觉得天哪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哇，肯定就是因为我那一阵子就是因为连续吃很多大餐，所以身体变得很有负担。然后因为他们那天化妆师他就有听到了嘛，他就说，因为他们平常化妆师他们也是会工作录影到很晚，很晚之后他们也会去就是吃宵夜啊，犒赏一下自己。然后他就说，哎，我告诉你哦，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用的而且很夯的保健食品。
品一定要推荐给我这样子。他说这个保健食品啊，它就是吃了可以加强夜间的代谢，然后呢吃了晚上之后可以降低你的负担。哦，后来我试吃了几天，我就觉得，哎。真的耶！我之前本来都有点睡不好，半夜会起床，结果我吃完之后，我就发现我睡得非常的好，一觉到天亮。然后吃了那几天之后，我早上起来看自己照镜子，体态就变好了耶。所以你知道，我就状态就很好。对，然后我就立刻下单，我后来就真的每天吃。我今天有带来现场跟大家分享。哇！就是这个有夜代谢霸主的封号，超级夜酵素。夜代谢霸主，哇！而且它让我啊夜食无惧，加倍享受无负担。那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呢，它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日剧男神，你们听到一定会很惊讶的。哦，谁？木村拓哉。我弟弟，我知道。你弟弟。首先呢，就是它让我呢吃完之后就可以深层的放松啦，然后呢睡觉前就好好的关机。那它里面呢就是有日本跟韩国双国专利的 GABA， 它可以直接增量到200%哦，是不是非常的多？所以它让我就是可以很快的入睡，然后入睡之后呢，整个品质就是可以大加分。那最主要呢，它里面还有启动了一个启动夜间代谢的吉萃儿茶素，那超级乳酸菌，哎呦，一个晚上可以提升代谢103%。哇！我告诉你哦，你只要躺平，好好躺着，就可以消耗一整个 cheese 蛋糕的热量。哇塞，好不容易！你知道一整个只要躺着就能消耗？对，什么都不用做。你知道一整个 cheese 蛋糕是大概300多克左右，300多的热量。对，300多卡的热量，是不是很多？而且像我最喜欢，就是因为隔天起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很顺利的去上厕所，因为它里面有足量的高多酚，有168倍的高活性蔬果酵素，所以呢，就是让你养成一个你早上一起床呢有进有出的感觉，你就觉得有进有出。对，你起床之后出来之后，你的负担就减少了，你就觉得很舒服。所以我今天呢有做一个小实验给大家看。好。首先呢，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呢卡在身体里面的，我们平常吃的一些什么高热量的淀粉，有没有勾芡？有没有像淀粉？然后这时候呢，如果你吃了这个，像我前一晚就会吃2颗的夜酵素，然后加进去。它已经把它磨成粉，这是2克的量是吧？对，2克的量，把它磨成粉，然后你这样子一整晚啊，就在你的体内啊，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动，你只要躺着，然后身体呢就会慢慢的帮你代谢。它从固体变液体耶，你有感受到对不对？有没有？这变水嘞。对，这是王水吗？这个？你看看，都洒出来了，你看看，哎，它真的完全的代谢。你把自己搞得好湿啊！它就完全的变成一个水状了，哇，很夸张吗？夸张。然后呢，起床之后呢，你就会自己上厕所，哇，把它给排泄出来了，是不是很完美？对。在边睡眠的时候，你身体呢在体内也可以帮忙的代谢工作，所以呢就是这样子，你隔天起床呢，你也不用担心你前一晚吃太多啊，然后吃太晚有负担。新的自己，对，这个需要了，是，这个对所有的大家在晚上吃喝有业绩压力的朋友。压力啊！我觉得一定要不能断，对不对？那不能停。东西为什么要断呢？对啊，可以当成一个日常的保养。连续吃半个月，我觉得效果应该蛮卓，非常的好。哦，非常谢谢他的介绍，非常好。最后一位来，副主席压轴来。省钱差点没了命，李欣再也不敢啦。我们家安一个热水器，然后我爸动手能力极强，也坚决不请外面的那个师傅来做，自己装。越洗就觉得怎么觉得越晕呢？我跟我妈2个几乎是用爬的，爬出去了。应该一个不小心就走了。所以真的不能贪这种小便宜。压轴来，副主席，这个事情很严重哦，差点就把我送走了。贪小便宜的是谁？对，在我们家，勤俭节约是美德。对，我是被这样教育长大的，所以特别是我爸妈那一代，动手能力极强哦，就几乎家里有点什么事情啊，或木头桌子椅子什么都自己做。我爸妈都几乎有一年，
我们家安一个热水器，哦。就那种连接那种天然气瓦斯炉那种热水器，然后我爸动手能力极强，也坚决不请外面的那个师傅来做，自己装。哎呦，装完之后，有一天我爸晚上出去应酬了，我跟我妈在家里洗澡。然后就洗着洗，因为那时候我还小，所以我妈陪我一起洗，因为她要帮我，怕我一个人洗不干净，要帮我搓背啊或干嘛的，对。然后我们就洗，但是你知道，越洗就觉得怎么觉得越晕呢？越洗就觉得越就是还挺高兴的，因为觉得你头稍微一点昏，有点像微醺的感觉，有点嗨的感觉，对，喝了酒的感觉，对，就是微醺稍微一点晕。那这个时候我跟我妈还没有察觉出异状，好危险。对，然后还在洗哦，就2个人洗澡，冬天洗嘛，花的时间又搓澡，花的时间就很长。然后洗着洗着，我妈突然觉得不太对，因为感觉好像眨眼的那个时间就眨眼变长了，缺氧想睡。对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家住平房，然后刚好我们那洗澡的地方是在一个厢房，不是在主屋，所以打开之后外面就是院子。对，我跟我妈2个几乎是用爬的。爬出去了，哎呦！哇，再晚个几分钟，对，就狼藏一样爬出去，爬到院子里面了。你们装在室内对吧？哎，你猜对了，对不对？我爸把这个装在室外的机器装在了室内。他爸爸一定想，这么热的气，这么冷的天，别浪费了这个气。我爸是怕装在外面，然后冬天北方下雪冻坏了。然后外面下雪下雨啊，风吹晒它坏。因为那时候不是每家每户都有这个的，他也没有看到别人家怎么装的，他就觉得这个机器这么漂亮，应该是装在室内的。哇，好危险！应该一个不小心就走了。所以真的不能贪这种小便宜，就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情，对，还是要花钱请专业的来。哎呦，对，还好这样子，要不然我们都看不到你了。一大损失，世界一大损失。这个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曾经说过：愚者追求眼前的利益，智者着眼长远的价值。哦，亚里士多德的国语说得很好。还有吃那个翻译很高。真正的聪明不是你省了多少钱，而是能够分辨什么值得花，什么是应该省，把钱花在这些可以带来幸福感跟生活品质的地方。没错啊，今天谢谢呢，这些所有人给了很多生活的智慧，还有自己切身的经验，非常好。希望大家活得非常的聪明，然后享受你生活该有的品质。OK， 女王大人，下次再见 ，See you， 拜拜。谢谢凯良哥，小玉，谢谢。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。